大家好，欢迎收看全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共军机雷射日本战机，日本抗议，高市早苗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北京，若不减少贸易顺差，将面临关税。德国总理首访以色列，修复关系裂痕，讨论加沙和平。中共福建号航母服役，军事专家指出设计缺陷。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日本周日表示，中共战机周六在日本冲绳岛附近2次危险地用雷达照射日本军用飞机。为此，日方已经召见中共驻日大使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冷静应对事件。日本防卫省7号凌晨罕见召开临时记者会，证实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起飞的歼15战机在6号2度对日本自卫队军机进行雷达照射，并批评是超出安全飞行所需的危险行为，认为此举是严重挑衅，容易擦枪走火，引发战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雷达照射的下一步就是武器发射进行攻击，对此类事件的发生感到极为遗憾，并严正要求防止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这些雷达照射行为是危险的，远远超出了飞机安全飞行范围。他还表示，日本已就周六发生的极其令人遗憾的事件向中共提出抗议，日本也将冷静且坚定应对。日方也召见了中共驻日本大使吴江浩，针对事件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中国海军随后作出回应，称中国辽宁舰编队在远海训练，遭到日本飞机抵近滋扰，强调中国海军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近期，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引发中共激烈反应。周六的雷达照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两国本已紧张的外交关系。日本防卫省还表示，自卫队军机过去曾遭中共地面或舰艇的雷达照射，但这是首次遭到军用航空雷达照射。日本媒体报道，当时双方战机之间的距离远在肉眼可见的范围之外，自卫队军机及飞行员均未受到损害。其他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周六，中共军机在日本冲绳附近的公海上对日本自卫队战机多次进行雷达照射锁定。对此，日方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正在日本访问的澳洲防长周日也表达了对日本的坚定支持。日本防卫省表示，12月6号下午，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舰载机在公海上起降，日本自卫队 F-15战机因此紧急升空，捍卫日本领空。之后，共机多次对日本战机进行雷达照射锁定，也就是已经完成发射前的准备，极具挑衅意味。恰逢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此时到访东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与他会晤时介绍了这一事件。马尔斯随即表达了对日本的支持。このような行動は航空機の安全な飛行に必要な範囲を超える危険な行為であり、中国側には強く抗議し、再発防止を厳重に申し入れたところです。The events last night are concerning, and Australia has also experienced concerning events in interactions with the PLA.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后，中共祭出一系列报复措施，日中关系不断恶化。有分析指出，这次中共战机的挑衅行为是日中两国多年来最严重的军事摩擦事件之一，而日澳防长都表示将继续维护印太和平。このような中国の行動に対し、我々は毅然かつ冷静に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向けた対応を進めていきます。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with Japan.In working with Japan to assert the rules-based order in this region, and we will do it resolutely. 两位防长在会谈期间还讨论了台海局势以及更广泛的区域安全议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张瑞琪综合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他在访华期间警告北京，如果不采取行动减少中国对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欧盟可能将效仿美国对中国商品寄出关税。来看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于12月3号至5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法国《回声报》周日发布的采访中，马克龙透露了他在访华期间对中共的警告。马克龙说：“我试图向中方解释，他们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他们正在扼杀自己的客户，特别是他们不再从我们这里进口太多商品。”马克龙告诉中方，如果中方不采取行动，未来几个月内欧洲将被迫采取强硬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效仿美国的做法，比如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马克龙还补充说，他已经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过这件事。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在商品贸易方面，欧盟长期对华存在贸易逆差。2024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高达3058亿欧元，超过2023年的2970亿欧元。根据法国财政部的统计，2024年法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约为470亿欧元。马克龙过去一直敦促欧盟采取反制措施，以减缓中国商品涌入欧洲市场。这些中国商品冲击了欧洲工业。马克龙也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对欧洲带来了一定影响，因为中国正在大规模将原本销往美国的产品转向欧洲。去年，法国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导致法中紧张关系升级。北京方面随即拿法国干邑白兰地进行报复，实施最低价格限制。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石综合报道。周日，正在耶路撒冷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尔茨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就加沙和平以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梅尔茨此行也旨在修复德以两国因加沙冲突而产生的关系裂痕。德国总理梅尔茨周六抵达以色列，开启了他上任以来对以色列的首次访问。周日，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加沙和平等问题。So now opportunities for peace are there. We tend to exploit them. I'm going to discuss them with President Trump when I meet him later on this month. 内塔尼亚胡提到，以哈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即将完成，在接回最后一名人质的遗体后，第二阶段就会开始。而第二阶段的工作将更加困难，因为它牵涉如何结束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I think simultaneous with the advance to the second stag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Hamas complies, not only with the ceasefire, but also with their commitment, which they undertook, to disarm and have Gaza demilitarized. Dabei steht fest, es kann in Gaza keine Rolle für die Hamas geben. Von Gaza darf eben keine Gefahr für Israel mehr ausgehen. 有美媒日前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圣诞节前宣布加沙和平进程进入第二阶段，其中包括诞生一个由川普领导的和平委员会监督下的新治理架构。以色列与德国都认为哈马斯不能继续控制加沙，不过在以色列可否吞并约旦河西岸的问题上，双方抱持不同立场。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不过加沙战争让两国的紧密关系出现裂痕。梅尔茨曾多次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大力军事行动提出批评，并在今年8月暂停了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本月，这一限令已解除。梅尔茨此行使得两国冰释前嫌，德国强调了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以色列也表示德国是重要伙伴。梅尔茨当天在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说 Deutschland muss für die Existenz und die Sicherheit Israels einstehen. Das gehört zum unveränderlichen Wesenskern unserer Beziehungen, und zwar für immer.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周日清晨，一组士兵突然出现在西非国家贝宁的国家电视台，宣布夺权并暂停宪法，指控总统塔隆政府未能处理北部安全危机，妥善照顾阵亡士兵家属等。不过，政府稍晚澄清，政变企图已被挫败。至少8名士兵出现在电视台上，他们自称隶属于帕斯卡上校领导的重建军事委员会，并宣读声明，解散所有国家机构，停止政党活动，关闭边界，全面接管国家权力。
不过，内政部长赛杜周日稍晚发表声明表示，政府已挫败这次政变企图，呼吁民众保持日常生活秩序。贝宁位于西非中南部，政体为总统制共和国。现任总统塔隆自2016年起已连任2届，早前曾表示不会在2026年大选中寻求第3任期。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赵嘉林综合报道。下面请看今天的国际聚焦。德国外长瓦德普尔计划在12月8号访问北京。他表示，中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主要竞争对手。他此行将聚焦稀土、钢铁等关键议题。近期，中共与比利时的贸易关系日益恶化，德中关系也面临挑战。Auch wenn unsere Perspektiven teilweise sehr unterschiedlich sind und wir natürlich lange nicht in allen Fragen einig sind, das gilt, der direkte Draht zu China ist unersetzt. 国际原子能总署12月6号表示，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防护罩因今年2月遭无人机撞击而损毁，无法再执行其主要安全功能，并建议对其进行重大整修。该防护罩是钢制密封结构，于2019年完工，旨在防止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后释出的放射物污染全欧洲。乌方称该无人机来自俄军，但俄方否认曾袭击该核电厂。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周日举行市长选举，结果将在当地时间晚间出炉。民调显示，极右翼反对党团结罗马尼亚联盟支持的电视主播亚历山卓斯库与左派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巴鲁塔的支持率旗鼓相当。亚历山卓斯库反对军援乌克兰，批评欧盟领导层，并认同美国总统川普在能源、移民等问题上的主张。如果亚历山卓斯库获胜，将使布加勒斯特成为欧盟首个由极右翼领导的国家首都。12月7号，印度果阿邦阿尔波拉一间夜店发生致命火灾，造成25人死亡，6人受伤。该邦首席部长萨旺特已下令逮捕了夜店业主，并对事件展开行政调查。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这场灾难令人悲痛，政府正向受影响者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果阿邦是位于印度沿海的旅游小邦，深受海外游客的欢迎。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新疆连霍高速12车追尾相撞，造成9死7伤。香港周日举行立法会选举，由于刚刚遭遇近8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市民仍沉浸在悲痛和创伤之中。而当局持续维稳，目前已经有11人因在网上反对投票而被捕。为了催票，这次全港投票站早上7点半开门，晚上11点半关门，投票时间长达16个小时，较上届延长2小时。候选人必须经过北京支持的港府审查，被认定为所谓爱国者才有资格参选。在靠近中国的新界大埔区，也就是鸿福苑大火的所在区域，安保措施十分严密。周日清晨，约100名警察在鸿福苑周边巡逻。选举委员会公布，截至晚上8时半，投票率为29.06%，投票人数较上届少4.8万人。鸿福苑所在的新界东北选区投票率为全港最低。People are, not caring about the elections. People are still rehealing out of the tragedies. People are still need time to heal themselves,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Hong Kong. 就在港人仍沉浸在哀伤中，要求究责之际，港府却在大肆抓捕。一名71岁男子因在网络上批评港府与北京处理鸿福苑大火不力，周日遭到国安局抓捕。香港廉政公署也证实，周日再抓捕4名在网上呼吁反对投票的民众，目前累计已有11人因此被捕。中共驻港国安公署周六还约谈一些在港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和记者，警告他们不许借鸿福苑大火攻击立法会选举，不要触碰中共的法律红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峰、荣誉综合报道。
来看今天的两岸扫描。新疆连霍高速公路再次发生严重车祸。周六晚10点左右，乌苏市境内连霍高速 K3906 公里附近，在相距1公里的2个路段，有12辆汽车追尾相撞，已造成9人死亡、7人受伤。据报道，事故发生时突发大雾，加上夜间地面温度低于0度，造成路面湿滑结冰。此前，连霍高速发生多起严重事故。2023年7月，在连霍高速甘肃张掖段 K2089公里处发生车辆连环追尾事故，造成8人死亡、6人受伤。2024年11月，甘肃段又因追尾事故导致3辆汽车起火。据消息人士日前透露，五粮液集团将从2026年开始，把核心单品52度第8代五粮液的开票价下调到900元人民币，降价119元。如果算上厂家补贴，实际价格可以降到800多元一瓶。这是自2014年5月以来五粮液首次降价。但五粮液方面对路媒表示，第8代五粮液出厂价仍为每瓶1019元，并未调价。所说的降价是在补贴政策之后的价格变化，但没有透露政策细节。业界普遍认为，这次五粮液降价反映了中国白酒行业不断下行，企业经济压力巨大的现状。周六，日本连锁餐饮品牌寿司郎在上海的2家门店同时开张，顾客大排长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后，中共跳脚，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然而，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寿司郎的热度不减。寿司郎上海环球港店和中山公园龙之梦店开业当天，约有700组顾客候位，等候时间最长达14小时，订座预约已排到1个月后。2021年，寿司郎进入中国市场，首家门店开在广州，随后陆续进驻北京、苏州等地。截至目前，该品牌在中国的门店总数已达71家。美国日前发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8次提到台湾。不仅美国不支持改变台海现状，更强调台湾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对此，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周六发文感谢。赖清德在社媒 X 上发文说，衷心感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遏制台海冲突列为优先事项，并强调第一岛链的安全。台湾将持续作为可靠伙伴，坚定致力于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以维护区域和平。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中共福建号航母服役，日本专家解析设计存在缺陷。近日，中共国防部宣布第1艘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航空母舰福建号正式服役。日本军事专家段野俊树表示，此航母在设计上存在缺陷。福建号是中国的第3艘航母，其战斗力如何？目前是世界军事界关注的焦点。看上去不错，但存在缺陷，因为它采用的是常规动力，而非核动力。段野俊树强调，航母不采用核动力驱动，其续航能力及远洋作战能力就让人质疑。目前，美国唯一一艘电磁弹射系统航母是福特号，采用的是核动力驱动。只有核动力才能供应电磁弹射系统所需的巨大电量，而外界十分质疑常规动力是如何提供这么庞大电力的。中共官宣福建号航母采用的是直流电为电磁弹射器供电的系统，段野俊树则认为，即使这样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电量。即使交流改直流，供电量最多增加1.5倍到2倍，而核能却是常规动力提供电量的10倍以上。即便电磁弹射器的直流供电电量增加2倍，其效率也只是美国福特号的1/5左右。坦白讲，福建号是一个设计失败的作品，这是目前主流军事实力评价的观点。核动力航母的成本昂贵，以美国最新型福特号为例，一艘的建造费需约130亿美元。段野俊树分析，中共没有这么大的财力。福建号之所以采用了常规动力系统，
就在于核动力耗资巨大。此外，找不出其他理由。电磁弹射如果不上核动力，根本玩不转。中国专家对这一点应该最清楚了。这说明中国下滑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航母政策乃至整个海洋战略都在受挫。段野俊树最后强调，中共已经推出第3艘航母，但从总排水量与性能上来看，中共航母的实力还差得很远。新唐人电视台日本记者站东京采访报道。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提前迁徙卡宾湖，狍子西伯利亚对空吼。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本期的轻松一刻。冬日的西伯利亚野湖，水面结了厚厚一层冰，人迹罕至。狍子四爪趴在滑溜溜的冰面上，害怕的大声呼叫。这种情况对能抵御零下45摄氏度的狍子来说超级危险，一旦受困，它们没法逃脱。幸好有猎人化身善人，救出这些可怜的小生灵。通常狍子每年1月从更冷的阿尔泰地区向南迁徙，那时候湖面上堆满积雪，偶蹄类动物可以轻松穿梭。今年不知何故，狍子提前开始了搬家。距离圣诞节还有4周，英国伦敦动物园已经迫不及待地给动物玩圣诞日历盲盒。于是，易危物种红宝企鹅得到了藏有小鱼零食的日历盘。不过，这群走路摇摇摆摆的家伙完全不懂规矩，要么眼巴巴地盯着饲养员卖萌，要么蹭在鱼桶旁讨吃的。他们的招数很见效，饲养员不仅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还主动投食，让他们开心。极地涡旋带给美国大部分地区风雪，造成交通混乱。芝加哥动物园的棕熊蒂姆却高兴得了不得，他兴奋地在雪地上不停地滚来滚去，蹭来扭去，总是想借雪花洗去身上的干燥。同样热爱寒冷的野牛则非常沉稳，它安静地趴在雪地上，愉快地反刍着草料，任凭雪花把自己变成一座雕塑。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